剧可以不追，恋爱可以晚谈，但如此迷人的如烟，你怎么能错过？好看记得按赞关注。我怎么也没想过，分手这么多年后，竟然还能碰上早已成为明星的前女友。她看见我怀中抱住的孩子，第一次那么惊慌失措，质问我孩子是和谁生的，而我却是想起当年在看见她和著名歌星挽手出席晚会时，我是多么绝望。她是万众瞩目的女神，而我只是个普通人，身份的巨大差距使我非常卑微。慌乱逃离的我，连一句分手也不敢说，从此不敢再出现在她的世界里。直到几年后，没想到我们早已生锈的命运齿轮，竟然又开始缓缓转动，更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竟然有一天她会苦苦哀求我，求我不要再离开她了。你玩够了吗？你躲着我已经几年了，快说你想我，快说你放不下我，快说你这辈子只爱我一个。只要你说，我什么都可以给你，我可以当孩子的后妈。今天是我姐姐的生日，姐夫给订酒店为她庆生，把在国外的我喊回来了。我抱着外甥女走进电梯，把她逗得咯咯直笑，完全没在意里面的其他姨。这个姐姐好漂亮呀，她是大明星吗？小家伙睁着大眼睛问道。我扭头看向贴在电梯间的海报，不由一怔，是她，柳如烟。时隔数年，倒是听说了，她的发展非常好，我在国外也见过不少她的代言。小家伙似乎对她很感兴趣，指着海报上的名字娇滴滴问我那个名字怎么读。我沈默了片刻，尘封已久的回忆依旧是会让我呼吸压抑，不过全都过去了。我捏了捏小家伙的鼻子，宠溺的说道，她叫柳如烟，是个明星企业家，非常优秀的女人，却不是个合格的恋人。叮！恰好此时电梯门开了，门外走进来的女人，声音非常好听，先生，你说的我吗？小朋友，你看我漂亮吗？小家伙抬起头看见走进来的女人，很惊讶，哇，姐姐，你也好漂亮，你怎么和海报上的姐姐那么像？我一怔，刚才那声音似乎也有些熟悉。当我抬起线的刹那，也和走进来的女人对视上了，时间彷佛在此刻停滞了几秒。柳如烟先是惊讶，而后死死地盯住我，皱起那好看的柳眉，在我和孩子间来回扫视。很快，她的表情恢复成我记忆中的那副冰冷模样，我不由后退半步，让出个位置。你好，你好。听见我主动打招呼，柳如烟不由笑了，嘴角有些苦涩。只有你好吗？我抱住孩子，没有继续说话了。能说句你好，已经是我念及当年的旧日情了。好在上升的电梯停在我要去的楼层，我抱住孩子赶紧走了出去。后边响起他急切的声音，等一下，能问你个问题吗？他是你的孩子吗？不是哦，回答的是小家伙。他冲着柳如烟咧嘴嬉笑，说，姐姐，他是我舅舅，很帅气对吧？他还没有结婚哦，还是单身。你不要再说了。我捂住小家伙的嘴，在他逐渐炙热的眼神注视中，再一次二语不说的离开了。不知道为什么，明明过去了那么多年，再次见到他时，心为什么会那么痛？生日会很热闹，他们在玩各种游戏，已经吃饱的我选择出来吹吹风，点燃一根烟，用力的吸了一口，在吐出来的烟雾中，庞佛看见了我的前半生。这几年过来，我的生活不能说一帆风顺，至少也是穷困潦倒。我住过地下室，翻过垃圾桶，被别人施舍过，也被人帮助过。好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咬牙坚持熬了下来，终于混出了点成绩。只是当年受过的创伤和自卑，永远也不会被抹去，我还是那么脆弱。呼，又是吐出一口烟圈，在晚风的吹拂下远走，就如同我的过去正在逐渐远离。听见有脚步声在朝我走来，我不禁侧头看了眼，是柳如烟，她距离我不远，她身着黑色晚礼服，头发盘起梳在脑后，整个气质非常的出众和温文尔雅。你以前好像不会抽烟吧？这才几年不见，哪里学来的坏习惯？我也记得你答应过我，永远不会抽烟。他眸光深邃，静静看住我，我收回了眼神，犹豫了几秒，这才把烟给掐灭了，然后朝他的方向走过去。抱歉，我一直会抽烟，只是你说不喜欢抽烟，所以我没在你眼前抽过。你不陪你的朋友们玩，过来找我不会是为了说教我的吧？我抬起脚，皮鞋落在地板的声音发出的清脆声响很刺耳，也是敲在我的心。要和他擦肩而过时，他突然抬起手拉住我，那张好看的脸蛋已经快黑下来了，呼吸有些急促，用力抓着我不放，咬牙切齿。你就没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听见他话音中的一丝卑微，我不由一怔，印象中他是高高在上，绝不会这么说话的。我这才回过头看他，发现他的眼睛已经红润了，早已凉透的心居然在一抽一抽的疼。说什么？有什么好说的？回忆过往，旧情复燃了。抱歉，我现在有自己的生活，你还是不要来打扰我了。说完，我把他的手给扯开，第一次看见他如此慌乱的样子，鼻尖不由有些发酸，不是心疼他，而是心疼自己。这么多年过来，终于说出口了，不能心软啊，不能原谅他啊。现在我可以选择我想要的生活，也可以选择我喜欢的人，谁都可以，唯独不是能是他。柳如烟，
以前伤的还不够深吗？况且我们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是万众瞩目的大明星，而我只是个卑微到极点的普通人，连一句过问的权利都没有。回想起以前受过的种种委屈和轻视，我坚定地迈开步伐往前走。好马是绝对不吃回头草，你给我站住！今天你不给我个答复，你休想离开！他再次拉住了我，有些心急火燎。这些年你究竟去哪里了？我问过不少人，却都没有你的下落。你是在生气吗？放开我！我平静地甩开他的手，撇嘴冷笑了声，找我做什么？我生什么气啊？柳大小姐，对你而言，我不就是一条狗吗？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你找我做什么？我怎么了？狗不见了，才知道急了。我不是在故意贬低自己，而是在自嘲陈述事实。在他的眼中，我的离去不过是少了条烦人的狗罢了。他若是心情好呢，我也能多吃口肉；他若是心情不好呢，饿肚子是轻的，说不定还会挨骂，哪里像是男朋友，完全是条狗。我算是明白了，我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更不会因为我听话了而让他高看我一眼。柳如烟没说话了，定定地凝视着我，仿佛要看穿我的内心，看穿我还爱住他。顾晨，你个王八蛋，事前抹镜就离开，想过我的感受吗？你把我当过是女朋友吗？一句话不说就抛下我一走了之，这么多年了无音讯，你究竟是怎么敢的啊？我和柳如烟是在大学认识，由于专业课的缘故，我们交流频繁，很快谈起了恋爱。那个时候的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1000多块钱，而他已经接手家里的企业，经济相对自由了，所以有关恋爱的支出是由他负责。我是在普通小县城出来的普通人，相比之下，我们显得格格不入，也融入不了他的圈子，所以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他社交圈中的那些人不是名牌傍身就是挥金如土。他很体贴，也很温柔，知道我自卑，非常照顾我的情绪，避免让我接触到那些人。在恋爱中的所有支出也从来不告诉我多少钱，不论是什么，他都会尽力给我最好。在一众同学们还在为挂科而头疼补课时，我和他已经见识过大半个地球的风景了。浪漫的土耳其、巴黎铁塔下的游船、泰国的海底星空以及夕阳下的36号洲际公路，在魔都上海的彻夜狂欢，足够一个普通家庭一整年的花销。可以说，李子木作为恋人是非常合格的，只是我所接触的这一切，不是依靠我自己才能接触到的。对我来说，只是黄粱一梦。我和他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阶级鸿沟，我和他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这段关系从一开始便已经注定了，我们的地位是不对的，我只会是他人生路途中刹那间的烟火，我们不会像普通情侣那般说着柴米油盐和粗茶淡饭，也不会出入电影院做正常的约会。他似乎永远都在忙工作，我的一条未读消息，他可以错开很久才回，这叫我很患得患失。即便和他出门玩，他的朋友也不会在我叫什么名字，对他们来说，我是随时会被取代的人。由于我的自卑，由于我的无能，由于我一文不值的爱，所以这段关系一直是他在主导住。直到某次我知道他出席活动，我恰好在附近就过去了，看见他挽住著名歌星走过了红毯。他真的很完美，定制的晚礼服把他的气质和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是人群中的明星，让他也很帅气，非常的绅士。他们手挽住手，笑容非常甜蜜，就像是一对正常的情侣。我很平静，我也很崩溃，我没有问，我也没有说，在照亮他的聚光灯边缘慢慢退入黑暗。我知道我的存在只会给他造成困扰，他的人生注定是在聚光灯下，而我只是个普通人。没有吃醋哦，也不是在耍性子哦，我只是认清楚了自己和他的察觉和骨子里的自卑感。他是那么的完美和优秀，我拼尽全力也追不上他，那种遥不可及的无力感把我击溃了。我很讨厌自己，为什么这么普通？为什么融入不了他的圈子？为什么不能和他像正常的情侣？我想明白了，我该离开了。他有他的聚光灯，我也可以选择自己往前走的路，选择自己的生活。在某个平静的夜晚，我离开他给我买的房子，走进冷风呼啸的黑暗中，没有分手，也没有说再见，什么都没有，就这样如风般悄无声息。我不仅掰断了电话卡，也注销了所有联系方式，让自己消失在世界上。直到那一刻，我依旧很卑微，幻想有一天我可以优秀起来，能配上他，我一定可以优秀起来，一定可以抬起头看住他，站在他的身边。那几年，我辗转过很多城市，也吃过了不少苦，但我都没有抱怨一句。睡过桥洞，翻过垃圾桶，被当作乞丐施舍过，也被人帮助和欺骗过。最落魄的时候，仅剩下的10块钱，我都需要好好琢磨，让自己活过1个月。有句老话说，努力不一定能让你成功，但是努力一定可以让你比昨天的生活过得更好。如今的我不敢说已经功成名就了，至少也是被高薪聘请回国当设计师了。我知道，当初我的不辞而别，对柳如烟来说很残忍，也是很自私的决定。但那一切不是我想要的，也不是他想要的，我们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即便我可以忍受一切，忍受他的轻视，忍受比我更优秀的在他身边，
我默默地站在属于他的聚光灯边缘的黑暗中，小心翼翼地藏住自己的有。即便我克服了一切，我也忍受一切，一切都不在意，我们也不会幸福。呼，我深吸一口气，从过往回忆中回过神，正是双眼湿润的李树子。她比几年前看起来更加成熟，也更有韵味，也更加漂亮。我承认，我依旧会心跳加速，只是这份爱已经深藏心底了。几年过来，我见识了很多，也经历了很多，不像当年那么的幼稚了。现在的我碰上了事情，更多是权衡利弊，考虑清楚风险和后果。就比如现在，我和柳如烟之间已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了，彼此充斥冷漠和生疏。他之所以执着于我，不过是被我给甩了，咽不下心中那口气罢了。像他这种人，从出生就已经在终点了，不知道失败，也不知道挫折。如果当年换作是他抛弃的我，这么多年过去了，怕是我叫什么，他都已经忘了吧。对于他来说，我的意义其实很简单，是大学的初恋，也是很多次感动的白月光，深深烙印在他的记忆中。他或许很爱我，只是这种爱，我真的承受不起，我也根本配不上。爱，我再次掰开他的手，无奈的摇住头，苦笑了声。很抱歉，当年是我走得太匆忙，叫你猝不及防。我现在可以和你说了，柳如烟，我们在一起是没有结果的。你现在执着纠结，始终放不下的那些，对我而言已经毫无意义。我们已经是不同世界的人了，我希望未来的生活中你多保重。话落，我便不再停留，抬起沈重的步伐，踩在地板上，渐行渐远。谁知道柳如烟根本听不懂人话，快步跑上来，把我拽入楼梯间。散发着女性芳香的曼妙躯体，毫不客气的贴了上来，我被吓了一跳，慌乱间已经跑不掉了，被他壁咚在角落，含情脉脉的看着我，而我却有些反感的恼怒了。柳小姐，请你自重，快点让开！我不让。柳如烟红住眼，抓着我的手，倔强的不肯让我走。我已经失去过你一次了，这一次不论说什么我都不会放开你。没给我半点反应的时间，柳如烟强横的贴了上来，亲吻在我的嘴。呜呜！我瞪大了双眼，心跳逐渐加快，我有些慌乱的开始挣扎。然而我越是挣扎，他就越是用力抱紧我，侵略性十足的壁咚强吻我。许久之后，他才离开我的嘴唇，像是已经发泄完了压抑许久的思念，埋头在我的肩膀，用力的抱紧我，身体在轻轻颤抖，泪水落在我的肩膀。他哭了，我愣住了。印象中，这是他第一次在我眼前落泪，像是个脆弱的小女孩般，很无助。安静的楼梯间中，只有我们彼此沈重的呼吸声，柳如烟哽咽的哭声在颤抖。你玩够了吗？你躲着我已经几年了，可以回来了吗？快说你想我，快说你放不下我，快说你这辈子只爱我一个。沈闷又压抑的氛围中，我神色复杂的咬住刘香的嘴唇，说不出一个字。直到现在我才反应过来，原来即便是无忧无虑的柳如烟也会有情绪，她会哭，她会笑，她会失落，也会说到底她不过也是一个人罢了。柳如烟啊柳如烟，你有想过自己也会有情绪崩溃至失控的这一天吗？也许是工作有压力，也许是生活不如意，也许是感情不顺，也许是对我当年断崖式的抛弃感到不甘，他想要争一口气不让自己输，可是何必呢？这么多年过来，出现在他身边的优秀男人不是换了一批又一批吗？不能放下过去也放过我，从此走入茫茫人海中不行吗？何必来纠缠我？待他情绪逐渐稳定，我尽可能的温柔把他给推开了。我说了，你会信吗？我在他的眼中看见了慌乱，也看见了眸光在逐渐暗淡，他失望了。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了，我径直离开了头体检，正好看见老姐在找我。见我脸色不对劲，不由关心道，怎么了？不喜欢今晚的氛围吗？哪有，不是，老姐生日，我怎么会不开心啊？我挤出勉强的笑容，我只是出来喘口气而已，走吧，回去继续过完你的生日。是这样吗？老姐有些狐疑又担心的注视住我，说，小安然和我说，你们在电梯中碰见了个很漂亮的姐姐，似乎认识。认识？我没有隐瞒，淡然说道，是我大学的女朋友，前女友吧。原来是这样，老姐眼中闪过惊讶，恍然大悟道，忘不掉她是吧？难怪这些年过来叫你找个女朋友，你总是避而不谈，原来是因为她。你在说什么呢，姐？我有些语塞的无奈，心情又开始复杂了。看见我的反应，老姐也是过来人，知道我有心结，也没再多说什么了。老弟啊，姐姐已经成家有孩子，不能像以前小时候那样照顾你了。这么多年过来，看你总是形单影只，姐姐也希望有个人可以陪住你。不过呢，感情这种事情讲究的是缘分，急不得也求不来。只要你的生活过得开心，即便不找女朋友，也不结婚也没什么的。他给了我一个安慰的眼神，叫心乱如麻的我稍微安心了，冲他笑了笑。其实说起来，这么些年过来，我的身边也出现过不少优秀漂亮的女人，不管做什么，她们都很主动，给我分享日常，给我分享风景照还有美食，我也会致以热切的回应，不是只对谁，而是对所有人都这样。
仅此而已。或许可以说我是中央空调，不论是谁来，我都是这样的温度。或许也可以说是我没有信心和别人重新培养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我还有喜欢的经历。只是我不知在什么时候失去了爱人的勇气。很平常的工作日，我的助理小林在办公室给我汇报工作进度，我在一心二用，伏案描绘设计稿。汇报完工作后，他临走前顿了顿，想起了什么。顾先生，外边有个女人找你，长得挺漂亮的，需要接见吗？她叫什么名字？我没有停下手头的工作，头也不抬的反问。没有说，点名要见你，似乎和你很熟。哦，我看了眼时间，这才点点头，叫他去会议室等我。知道我处理完工作来到会议室，我才知道为什么他要点名见我。是柳如烟，她今天的打扮非常青春有活力，就像当年大学时期谈恋爱时。只是如今的她没有了当年的稚嫩，多了一分成熟的女人韵味。见我推门走进来，她的眸光轻颤几分，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我有些无语，这女人是听不懂人话吗？怎么还在纠缠我不放啊？先别走！见我有要离开的样子，她急忙开口叫住，有些局促不安的复杂。见她这个样子，我也有些心软了，轻叹了声气，走进了会议室。从我出现到坐下，他的眼神始终没有移开过，仿佛要把我深深铭记。刘总的办事效率还是那么出色，没想到这么快就找来我工作室了。我给你1分钟时间。我说话的样子对他非常不客气和冷漠疏远。柳如烟的眼眸轻颤了下，显然是刺中了他的心，不过也没有太过在意。顾晨，今天我来这里是找你合作的。我面无表情，故作冰冷的看住他，没有说话。听说你是巴黎世家有名的珠宝设计师，所以我给你一个单子，帮我设计一枚钻戒。哦，听见这话，我来了兴趣，不是因为他的话，而是为了钱。老话说得好，有钱不赚是王八蛋，跟谁过不去也不能和钱过不去。李总，我的设计费是很贵的。我抬起手指，轻轻敲打桌面。我出得起。柳如烟轻哼了声，反问我，就问你敢不敢接？为什么不敢接？我摊开双手，背靠在沙发，露出自信的笑容。柳如烟怔住了，这是她第一次在我的脸上看见如此自信的笑容，不见以往的自卑。那是当然，其他的不敢说，设计珠宝这方面可是我的强项，能没有自信吗？不过我需要知道这枚戒指的用途，才可以给你合适的方案。求婚。柳如烟的眼神很清澈，也很温柔，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我有些慌了，差点不小心碰倒了桌上的茶杯，意识到失态的我，急忙是调整过来。恭喜哈！表面上我很平静，实际上我的内心已经乱作一团，开始胡思乱想。没听错吧？他要求婚，他要向某人求婚。谁啊？是那位歌星吗？还是说是其他我不知道的人？哎，不是，我前妈这么关心这个啊，我为什么这么慌啊？顾晨啊，你在搞什么？不过是个不爱你的女人。怎么了？你很为难吗？做不到可以直说。他勾起玩味的浅笑说，似乎也是看穿了我的故作镇定，整个人也是放松了不少，逐渐在言语上占据了主动权，就像是以前我们谈恋爱的那样，他仿佛永远都可以掌控一切，包括我的心。没有难度，很简单。我故作镇定，压制内心的酸涩，不让自己胡思乱想，冲他笑了笑，只是这次的笑容很勉强。如果李总有其他设计需求，你可以和我的助理对接，之后我会给你出一份设计图确认。我先失陪了。说完，我起身整理修身的西装，准备要离开，却被他给叫住了，微皱柳眉。不用麻烦其他人了，我直接和你对接吧。我要求婚的人执拗得很，我什么都会听他的。万一你设计出来的东西他不满意，那遭殃的岂不就是我了？我可不敢惹他不开心呀。柳小姐，你是在质疑我的能力吗？我承认，我被他这句话给刺激到了，阴阳怪气的。我可没有啊。柳如烟抿嘴轻笑，像是掌控一切的女王，散发着迷人且致命的魅力。顾先生，我们也算是就相识了，难不成这点忙你都不肯帮？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说完，他挑了挑诱人的下巴，示意在会议室外的同事们。那威胁之意已经不言而喻了。好吧，我输了。我可不想办公室的同事们知道我有这么个感情史。在我掏出手机给他加微信时，他的嘴角简直是比 AK 都难压，那心底的愉悦都藏不住了。在要到我的微信后，柳如烟居然没有继续纠缠我了，这倒是叫我有些惊讶的松了口气。只要他不来烦我，做什么都可以。不仅没有发过一次微信，就连设计稿的进度也不过问，只有第一天时添加的通知提醒。对此，我非常的满意和轻松，也逐渐忘记了好友列表里有他这么一个人。有句话说，当你以为生活可以回归平静时，生活往往又会给你开一个大玩笑。我是做梦也没有想过，在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居然再次见到了柳如烟挽住的那位歌星。照常下班回家的我，在等待电梯门开时，正好和匆匆出来的男人撞了个满怀。我还没来得及说抱歉，便听见对方惊讶的反问：顾晨，你是顾晨吗？啊！我顿时一怔，
这才打量眼前的男人，内心不由剧颤，倒吸了口凉气，是他。见我愣在原地不说话，他似乎也没有什么敌意，报以轻松的样子打听了起来情况。顾晨先生，你是住在这里吗？是的，前不久才装修好入住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下意识的回答了他，虽然内心有些震动，不过却也是挺平静的。或许李树子的求婚对象便是他了。不知道为什么，他看我的眼神似乎是在玩味，饶有兴趣在打量我。我有些皱眉，见我的表情变化，他这才反应过来，主动且热情的伸出手，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柳昂，柳如烟的哥哥。我常常听他提起你。什么哥哥？我直接人傻了，怔怔的看住他伸过来的手，一时间又开始了头脑风暴。他也姓柳，是亲哥哥吗？所以挽住他的手出席晚会的，居然是亲哥哥吗？啊，怪不得看起来他们那么的般配，还挺有夫妻相。我还纳闷呢，本来在家好好的，怎么突然来这里买房？原来是因为你啊！见我没有和他握手，他尴尬了一秒，倒也没介意。你一个人住吗？我方便去你家喝杯茶吗？是，我一个人住，没问题。你等我反应过来时，他已经进门了。我差点给自己一耳光，这不是在引狼入室吗？现在赶人也不太好。哎，算了，谁叫刚才听见的，信息量和冲击力太大了。我脑瓜子嗡嗡的，缓不过神来。没有茶，农夫三拳可以吗？我没问题，有口水喝就行。李炳本人比电视中更加的帅气，看起来前前静静的，说话也是温文尔雅。他从进门之后，就在我和房子之间来回打量，眼神中尽是玩味的意色。也不知道他在探究什么，总之把我整得很不自在，却也不能把人给赶走。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认识你吗？在此之前，我们应该没见过吧？他坐在沙发上，涉世松软程度倒是挺喜欢的，抬起头看住递水的我，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和柳如烟有关了。见我没有说话，李阳喝了口水，才说是你们分手后，我才知道你的。那时候我妹妹发了疯似的，动用一切人脉和资源，满世界打听你的消息，不能说是掘地三尺吧，至少也是快把整个地球给反过来了，都没找到你，这叫我很好奇。他略微眯起眼，从上至下的打量我，把我整怪不好意思。究竟是什么样的男人，才能把我妹妹逼成这样？看住她一天比一天颓废，我告诉她，不要为了一个随地可见的男人，如此糟践自己的身体和爱。可是他告诉我，如果以后的世界没有你了，那他也不愿意独自苟活于世。他找了你1年365天，我看着他一天一天死心，一点一点堕落，直到后来某天我联系不上他，我才意识到。说着，他苦笑了声，摇头。我这辈子不会忘记，当我闯进他的公寓，看见他躺在浴缸中血流一地，你知道吗？李阳说到此，眼神变得锐利，咬牙切齿地充斥着对我的狠色。我当时向天发誓，如果这辈子让我抓住你，我必定要收拾你一顿，把你给杀了。轰！听见李阳说的这些话，我宛如平地一声惊雷，把我炸得怔怔出神，久久回不过神。什么？柳如烟她竟然会为了我而自杀？哈哈哈！看见我茫然的反应，柳昂笑了，是非常失望的笑，嘴角尽是苦涩的摇头，继续说，我直到现在也忘不掉，当我把他送进医院急救室时，我的身体是多么冰冷。在他急救的那几个小时，是我这辈子最漫长、最绝望、最黑暗的几个小时。我是想过无数次，当急救室门的被打开，医生出来会说什么，我也在疯狂的祈求，有没有哪位神仙路过行行好，救救我的妹妹。我却怎么也没有想过，当如烟被救活过来，睁开眼睛的第一句话，便是崩溃的质问我，你为什么要救我？回想起当时的情况，柳昂即便是男人也忍不住崩溃落泪。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脑瓜子嗡嗡的，有些站不稳的跌坐在地上，剧烈喘着粗气，心底发颤的我，不知道是在后怕还是什么，泪水宛如决堤的洪水般涌出眼眶，身体逐渐冰凉，彷佛坠入冰窟，我甚至已经感觉不到我的心脏还在跳动了。柳昂擦拭眼角的泪水，压制着心中对我的怒火，冷冷注视着跌坐在地的我。你应该感到庆幸了，你还可以掉出眼泪，否则我会让你体会他当年的痛苦。你也应该羞愧终生，你亲手推开了一个深爱住你的女人，忘不掉你的女人。对不起，对不起。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流，呼吸的每一下我的心就在剧痛，我快要窒息喘不过气了。对不起柳先生，这些事情我对不起他。你确实对不起他。柳昂突然冲过来，抓起我的衣领，恶狠狠地咬牙瞪住我。我没有说话，也没有反抗，任由他做什么都好，这是我亏欠柳如烟的。半晌之后，李阳激动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了，松开我的衣领，坐回沙发。说起来也不怪你，怪他太执拗了，认准一个死理。只要他认定了一个人，不论如何都只会是那个人，天王老子来了也拦不住。你别看他平常性格寡淡，对什么都毫不在意的样子，实际他爱你比爱自己还多，是真的把对你的爱刻在了灵魂。这次你回来，我也不管你们是否能和好，重新在一起，我只希望你们可以把彼此之间的误会解释清楚，说清楚，
最后，他站起来，整理好仪容仪表，神色冰冷地注视住我。如果胆敢让他受伤，即便跑去天涯海角，我也不会放过你。说完，他深深凝视了我一眼，随后冷哼一声，径直离开我的家。我在柳昂最后的眼神中看出了很多情绪，有狰狞的愤怒，也有无奈的叹息，还有哥哥对妹妹的宠爱。庞大的信息量变成汹涌的愧疚，不断冲击我的大脑和精神防线。我崩溃了，趴在地上痛哭。我是在伤心吗？还是在……不知道。我只知道，强烈的愧疚和无力已经让我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我想，我该停下来了。我需要点时间来消化这件事，也需要时间处理和柳如烟的关系。时间飞逝，来到周末，我本来想躺平，却被许久没见的同学邀约，来到酒吧。我端住酒杯喝闷酒，听着震耳的音乐和看着舞池中摇拽的曼妙身影。一群许久没见过的同学正在寒暄，我没有加入他们的话题，就静静的。同学间兄弟的阿庆见我闷闷不乐的板住脸，不由是端住酒走过来。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那柳如烟居然也是痴情的种啊？别说是你了，就连我们听到这些也是不敢相信，居然是柳如烟。边上有位朋友接话，抬起酒杯和我跟阿庆碰了下，我直接一饮而尽。少喝点。虽然他是这么说，却也很快给我满上了，轻叹了声气。以前我总觉得柳如烟这种富家小姐对待感情不过玩玩而已，对你的态度也是不咸不淡的正正好好，看你像翘嘴似的背调。要说爱你吧，似乎也你不是很熟的样子。要说不爱你吧，至少他做到了一个女友的责任，我们都很羡慕。呵呵。说到这里，阿庆复杂的笑了声，端起酒杯和我碰了一下。其实当年那件事，柳如烟倒是找过我，整个人憔悴的看不出来，整个人非常的颓废，眼神无光，像是行尸走肉似的，一直苦苦哀求我告诉你的下落。而我当时心里也是气不过，所以也死咬住说不知道。现在想来，如果当初告诉他，或许就不会发生后来那件事了吧。阿庆十分羞愧的摇头苦笑，他差点就害死了柳如烟，所以这些年来也不敢见他。捧起酒杯，把酒一饮而尽，辣得他激烈咳嗽了好几声。罢了罢了，不提这些不开心的，今晚出来玩就要开心啊，陈哥。他又给我倒了一杯酒，碰了碰杯子说。我没有说话，心里非常难受，像是压着块大石头，很压抑。即使是酒精也不能让我的精神放松呀。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轻轻放在吧台上。我先回去了，你们玩开心。陈哥。阿庆喝醉了，脸色通红，正住急住想要说些什么，却被打断了。阿晨，你喝醉了，我送你回去吧。说话的是个女人，挺漂亮的一个女人，我们的高中同学赵小小。知道我回来这座城市后，她时不时就打听我的消息，关心和在意与我有关的一切事情。在某一次的聚会上，她在酒精的推动下涨红了羞涩的俏脸，对我说出了喜欢。后来阿庆告诉我，她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就喜欢我了，一直在暗恋我。只不过那个时候我的反应很迟钝，没有发现她话里有话的暗示，所以我们俩就这么错过了，一直到如今再次相遇。谢谢，不用麻烦了。我微笑住拒绝了他，我打辆车回去就行了。叫他有些手足无措的慌乱了。阿庆这个时候打了个酒嗝说，陈哥，你连站都站不稳了，打车回去我们也不放心啊，还不如小小送你回去呢。其他的同学和朋友也是这么说，似乎是在制造他和我独处的机会。这么些年过来，他们也是心疼我，如果选择一个人在一起，真的不如他们认识好多年的同学，至少大家也是知根知底，也能放心。我当然也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有些为难的正要拒绝。没关系的，我回去的路上恰好经过你家，你打车不仅浪费钱，人也有些不清醒了，难不成比起相信外人也不相信我呀？看见他如此热情难却，我也审赢了，没再拒绝，不想把场面搞得那么难看，给他泼冷水。后来我才知道，我住的地方在城东，而他住的地方在城南，回去的路上根本就不顺路。他真的在很努力的把握和我为数不多的独处机会，只想要表达自己的欢喜，而我家距离就把很近，不过几分钟的路程。现在已经入秋了，入夜之后降温很厉害，加上喝了点酒，我俩都有些冻得瑟瑟发抖。白蒙蒙的路灯下，我们俩的影子倒映在地上拉得很长，看似在远处交叠，实则没入黑暗。辛苦你了，这么晚了还送我回来，谢谢。我保持着距离，尽量不给他多想的机会。没关系，他嘴角的笑容凝固了几分，冲着我露出小虎牙，笑起来也很好看。我没说话了，我们在并肩走着，深夜除了脚步声就只有我们彼此的呼吸声了。那什么，眼见我快到家了，他有些眼神躲闪的慌乱，支支吾吾说不出一句话来。你想说什么？我没有催促他，也没有走进楼里，站在夜色的萧瑟冷风中注视着他。他的俏脸啊得变红了，也不知道是被我的眼神看得害羞了，还是没喝酒人却醉了。明天周六，你有空吗？我想请你吃个饭。他俏脸羞红，逐渐小声，不敢看着我。抱歉呀，周末我可能要加班，下次有机会吧。我略带抱歉的冲他笑了笑，这样他眼中的眸光肉眼可见的暗淡下来，嘴角的笑
容也是凝固的，再轻轻抽搐没关系哦，我能理解的。你才回国不久吗？工作上肯定很忙。这样，如果哪天你有时间了，你可以随时约我，我可以随叫随。话还没说完被我打断。赵小小，真的很抱歉，我没有那方面的想法，我现在重心是工作为主，不想谈感情。或许你可以收回对我的在意，说不定会发现其他比我更优秀的人，不必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我没有和他拉扯的兴趣，直接把话挑明了说，直接拒绝了他展现出来的喜欢，而他脸上的表情彻底凝固在了脸上，眼眸在轻轻的颤抖住。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和柳如烟是一样的人，我们都很固执，只要认定了某件事就不会变心。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我冲他轻轻点头，转身就要走进亮起灯光的大楼。顾晨，他在后边叫住了我，声音有些颤抖的哽咽，说话很大声，楼里的感应灯都亮了。我不会放弃的，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放弃，不会因为你一句话我就放弃的，我会加油，我会努力，我会等到你发现我的那一天。害怕听见我的拒绝，说完他就飞快的跑开了。凝视着他消失在夜幕中，我无奈的深叹了声气，迈步走进了亮起灯光的大楼，似乎也是在寓意住。赵小小捧着对我的爱，义无反顾的走进黑暗中，就像当年的我甘愿站在黑暗中，默默喜欢着柳如烟。而现在的我，从黑暗中走向了光明，何去何从？我不知道感情是什么，这个问题或许永远没有答案。我只知道感情是个很坏的人，会折磨所有喜欢感情的人，就像是赵小小这样，明知道我不喜欢他，我们之间也没有可能，却还是会捧着一颗炙热的心出现在我眼前，天真的期盼住这颗热的心能够融化冰山，能够有所回应。可惜了，感情不是感动，喜欢也不是感动，对这份炙热的心意，我的回应永远是冰冷。在萧瑟的冷风中，我收了收衣服，也收回了眼神，快步走进电梯中。叮！当电梯门打开的刹那，一股刺鼻酒气扑面而来，呛得我咳嗽了几声。柳如烟坐在我的家门前，酒瓶子乱成一地，她的样子别提有多狼狈和颓废了，哪里还有她往日那般的矜持和气质？不过即便如此，也有叫人移不开目光的吸引。柳如烟就是柳如烟，不论是什么样的状态，她都是那么的精致漂亮。不过满地的酒瓶子和刺鼻的酒气，依旧叫我皱起了眉头。你喝了多少？醉醺醺低住头的柳如烟愣了好半晌，才抬起头，眼神中的委屈都快溢出来了。这般可怜的模样，对我而言无疑是一记暴击，从未见过她如此的模样。我们对视了许久，她才咧嘴苦笑，眼中的委屈化作泪水涌了出来，滴落在地。你是不是？后半句话没有说出来，像是根刺似的卡在他的喉咙中。是什么？我的心狠狠一揪，用力的握紧了拳头，指甲都嵌进了肉里，发疼。我在用这种方式让自己保持清醒，千万不能心软，千万不能心软。送你回来的女人是谁？你们是不是在一起了？他说出这句话时，心都碎了。原本就足够憔悴的脸色更加颓废了，也彷佛身体的力气伴随着那句话用光了。纵然泪水已经模糊了视线，他还是在用力的睁大双眼，只是为了看我久一点。我愣住了，不要告诉我，把自己灌醉成这般狼狈模样，只是为了这个。我的心口又开始压抑了，呼吸也开始急促了，许久之后才回答，我和他没有关系。又是犹豫了几秒，我才朝他走过去，伸手要把他给搀扶起来。你喝醉了，我先送你回去吧。放开我，他却突然发力，把我给推开了，人也摔在了地上，委屈至极的绷住脸，已经哭成泪人了。他在自嘲的摇头哭泣。为什么？为什么？我不明白，他说的为什么是哪个意思？顾晨，在你的心里我究竟算什么？他凭借住酒意冲我吼。看我现在狼狈的样子，你很开心是吗？抄起酒瓶子想砸我，犹豫了半天还是放下了，捂住脸嚎啕大哭了好几分钟，完全没有理会我的解释和关切，拖着疲惫的身体，强撑着崩溃的情绪走进了电梯中，消失在了我的眼前。其实我想告诉你，我忘不掉你，只是这句话他没有听见，也没有听进去。整个走廊中只有我和满地的酒瓶子和还没飘散的酒味证明前几分钟的这里发生过什么。而我沈默了片刻，回去找来牛把，开始收拾乱摊子。其实这些天过来，我一直在纠结这件事，我该怎么和他说，我该怎么面对他。说实话，我没有勇气，也不敢说出口，我很自卑，已经自卑到骨子里了，改不了。让我说什么？在过去了这么多年，他已经有了新的生活，我又突然出现告诉他，嘿，柳如烟，你还认识我吗？我是你不告而别，害你差点自杀的前男友啊！我告诉你哦，这么些年过来，我没有忘记你，我还是喜欢你，所以我们复合吧。我抄，去死吧！在扫地的我突然用力的给自己一个耳光，由于太用力了，鼻血止不住的流下，滴答滴答依依，鼻血先滴在衣服上，最后才滴在地板上，而我站在原地沈默了。早已尘封在角落的回忆，像是走马灯似的，一幕幕出现在眼前。我还记得，23岁的生日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一次生日。那一天，
柳如烟捧着鲜花出现，在全校上千师生的起哄中对我表白了。那一句承诺，直到现在想起来，我也是甜蜜又苦涩的笑了出声。她说，这一辈子不论发生什么，只会爱我一个人。之后，我们在上千师生的喧闹起哄中，热情拥抱，激情热吻，羡煞旁人。我还记得，在无数个被噩梦吓醒的深夜，她都会轻轻地抱住我，让我躲在她温暖的怀抱中，轻轻拍打着我的后背，像是哄小孩似的，给予我无限的温柔。没事了，没事了，有我在，我会保护你的，不让噩梦中的妖怪抓走你。每次听见她这么说，我总是笑得很甜蜜，非常有安全感的在她怀抱中继续睡着。后来，当我再次惊醒时，才发现那不过是梦，是太过思念她的温暖而做的一场梦。盖着薄到透风的被子，天知道在黑暗中瑟瑟发抖的我是多么贪恋她的温暖。没办法，谁叫我是个胆小鬼呢？谁叫我是个自卑的不敢在她眼前抬起头的人呢？我不敢告诉她我有多喜欢她，我也不敢告诉她我有多么想她。我害怕，我很害怕，害怕被她知道我热切的喜欢，会因此轻视我而开始疏远我。我也是个自私的小气鬼，我做不到和其他男人分享她的爱，分享她的温柔，所以即便在国外落魄到上街乞讨了，我也不敢回国，我怕回来了就听见已经结婚了。突然，我猛地惊醒，坐了起来，后背已经被冷汗打湿，已经麻木的我很快就把状态调整回来了。看了眼挂在墙上的时钟，凌晨2点半，我才睡了不到3个小时啊。有些口前舌燥的我，默默的起床倒了杯水，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却震动了起来。是谁打电话来？是一串陌生的本地号码。我犹豫了片刻，点下了接听键，电话那边顿时响起嘈杂的声音，刺激的我都耳污了。哎，接了。嘈杂的声音中夹带住一个女人的惊喜声，然后只听见她说：“喂，你是顾晨吗？我是柳如烟的朋友，你可算接电话了。”我沈默了几秒，才反问道：“有事吗？”那边太吵了，她没听见我说话，几乎是在吼着说：“你快来吧。”如烟不知道受什么刺激了，把我们约出来就嘎嘎喝酒，怎么劝都劝不住，现在已经前了10几瓶睡过去了。她的手机亮住，是你的微信界面，她打了好长一段话没发出去，我们估摸着是因为你，哎呀你快来吧。说着，旁边响起另外的女声，哎叫了又叫了，这已经是她醉死过去喊的第1000遍顾晨的名字了。听见他们的话，我抓着手机的手不由一紧，我马上到。突然太阳穴有些突突的疼，挂断电话后急忙去换衣服，以最快的速度赶去他们的位置。当我来到所说的地址时，一眼就看见柳如烟的发小站在大门处，神色焦急的东张西望。丽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吗？我小跑过去，他先是愣了几秒，以前我们也见过，所以他很快就认出我了，急忙伸手拉着我往里走。你可算来了啊，快进来吧，他刚才一直喊你的名字。听见这话，我的脚步不由一顿，他有些奇怪的回头，怎么了？愣着钱啥呀？没什么。我有些苦涩的撇嘴，和他一前一后走进了包厢中。一走进来，我就看见烂醉如泥的柳如烟，从未见过他这般样子的我不由皱起了眉头。哪怕是醉得不成人样了，他的睡姿也还是很乖巧，丝毫没有借酒意乱发情绪的样子。白嫩的皮肤有些泛红，显然是被酒精刺激的，比他平常的时候多了一分醉人的美丽，惹人怜爱。在他们几个小姐妹的帮忙下，我背起烂醉如泥的柳如烟，走出了酒吧，轻轻地放在了车后座上。今晚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先送她回去了。我冲他们点点头，打开车门正要进去，却被发小给叫住。顾晨姐夫，等一下。姐夫。听见这个称呼，我有些发怔，茫然地看住他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而他们也知道这样叫不合适，也都挺尴尬，知道这样叫你很唐突，可是如烟说过，你是他的心上人，只允许我们这样叫你。知道现在你们的关系已经半夜3点了，即便是酒吧外边也已经没什么人了。萧瑟的冷风呼啸吹过，叫人止不住的瑟瑟发抖。我不知道他们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扒拉住车门冲他们轻笑道：以前你们似乎没问过我叫什么，这件事情我是非常在意的。虽然他不排斥我，认识他的朋友，接触他的圈子，可是他们却似乎很介意我，从来没理会过我，连我的名字都没有问过我，更不要说像现在这样突然叫我姐夫。可别了，太重了，我承受不起。啊，你是在说这个吗？顾晨姐夫，你误会了。她们几个小姐妹有些错愕的无奈发笑。其实我们不用问你，也知道你叫什么，因为如烟天天在我们耳边叨叨，张口闭口的就是顾晨。她有多喜欢顾晨，她有多想要和顾晨在一起。所以咯，她们几个小姐妹尴尬的笑了笑，是因为听多了所以麻了。我沉默了，有很多话来到了嘴边，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当时她很照顾你的情绪，知道你很在意这个，所以叫我们不要太热情对你，是害怕吓到你。其实私底下我们都很喜欢你，对你没有意见，非常认同你在如烟的身边。因为如烟在说起你们之间的事情，她脸上的表情永远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直到你的突然离开，
他们的脸色有些复杂，说不上是恨，更多是无力吧。当初那种幸福的笑容再也没有出现过在如烟的脸上。我们可以发誓，这些年过来，如烟一直保持单身。我们认可的姐夫也只有你。顾晨姐夫，这几年如烟很不开心，我们这些做姐妹的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也不方便说什么。毕竟，算了，其他的，你等他醒了，自己问他吧。听见他们说的这些话，我心中一直压着的一块石头似乎消失了。我的心情是无比的轻松，也长长的舒了口气，冲着他们抿嘴笑了笑。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些，今天晚上麻烦你们了，后边交给我照顾吧。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曾经脆弱且自卑的我，究竟是被他保护有多好。他的朋友们从来不会因为我和他们地位不一样，就轻视和贬低我，也没有给我投来过一次异样的目光。当年的我以为他们不怎么理会我，是因为我和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是一个随时会被取代的过客。现在才知道，原来是他们已经知道太多有关我的事情了。我在他们眼中不仅没有了秘密，也没那么神秘，在他们眼中早已经认可了我，也是他们的一份子。沈英至此，我不由自嘲了声，再次狠狠地给了自己一巴掌，该打啊你！原来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柳如烟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而我还傻傻。柳如烟这个傻姑娘，为什么要把我保护这么好？究竟还有什么在瞒着我？十几分钟的路程，却漫长的像是过完了一生。还未到家的时候，柳如烟已经醒过来了，看见我在开车，也没有出声打扰。下车的时候，她本来不想要我搀扶，可是她醉得太厉害了，全身无力，只能被迫的被我搀扶住。电梯在一点点往上升，她半推半就的依偎在我怀中，默默听我的心跳。我们很有默契的没有说话。眼见就要到所在的楼层了，我终于开口打破了平静，能告诉我为什么在我家对面买房子吗？我依偎在我怀中的女人明显僵硬了片刻，而后鼓起了勇气，抬起发软无力的小手抱着我。我只是想多靠近你一点，能多看你一眼。叮，电梯门开了，我也没有回答他刚才的那句话，搀扶着他走到了他的家门前。借着酒意，他委屈巴巴的呕住嘴，仿佛在说，你真的忍心把我独自丢在冰冷房子吗？我依旧是没有说法，轻点了下下巴，示意他赶紧开锁回去，而我也顺势转身走开了。滴滴滴，输入门禁密码，拉开门的我刚想说让他好好休息，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却没想到他突然冲过来，把我往房间里推，我没站稳就摔在沙发上。滴滴，门关上了，走廊外的灯光不见了，黑暗中他把我压在沙发上，放肆的亲吻我。借着酒意醉人的冲动，他真的非常不客气，把我吻得都快呼吸不上，快窒息了。他已经失控了，压抑许久的思念已经彻底藏不住的爆发了，化作激烈的热吻和动作，激烈的招呼在我的身上。这一刻，他彻底被感情支配了。这一次，我没有挣扎，也没有推开他了，轻却有力的抱住了他，用我的方式回应他的热情。他在冰冷的黑暗中等我很久了，感应到我的猛烈回应，他的身体一僵，而后瘫软在我身上，泪水终于止不住的涌出。呜嘛，顾晨，我好想你，我真的好想你，是我离不开你，是我放不下你，是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不听你的解释，只是我不能承受再次失去你了。我等了你一个晚上，直到看见那个女人送你回来，你不知道我是嫉妒疯了，在你身边的应该是我才对，我好喜欢你啊，我好喜欢你。他衣不遮体的趴在我的怀中，诉说着思念。此刻的他像是做了错事的小朋友，在我的怀中蹭住我，撒娇，期盼着我的原谅。也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没在柳如烟的脸上看见这般少女娇羞垂涎欲滴的模样了。我能感觉到我的脸在发烫，我的心跳在加速，她俏脸上的羞红也更加红润了。如烟，有些事情我想和你说清楚。其实我用力抱着她，耐心的解释。她确实是给我表白了，只是我的心中有个无法取代的女人，我不会答应的。无法取代的女人是谁呀？柳如烟娇羞一笑，明知道是谁了还非要皮一下。我不告诉你。我亲吻在她的额头，她有些娇嗔的撅起嘴。你学坏了呀！她的眸光逐渐炙热，似乎有星辰在闪耀。沈吟了几秒，她再次仰起头亲吻我的嘴，我也轻轻搂住她的蛮腰。这一次轮到我主动了。如烟，我也好喜欢你，我已经压不住心底的思念了，我们再来一次吧。好。她的俏脸刷的瞬间羞红，像乖巧的小猫咪点头配合我的热烈。第二天我在床上醒来，她还在被窝中熟睡，那乖巧模样我忍不住亲了一口，尽可能的动作轻盈，没有把她给吵醒。走出房间去收拾洗漱，顺便做的早餐。做的差不多的时候，他揉着惺忪的睡眼，有些慌张的跑出房间。看见在厨房中的我，先是一愣，然后委屈发出嘤嘤嘤，小跑过来扑入我的怀中。我还以为昨晚是做梦呢，醒来了就没看见你。他委屈巴巴的埋着头说，好了，不是做梦，我在呢。瞧他这般模样，我心疼的抱住了他，尽是宠溺。好了，快去洗漱，早餐做好了，是你爱吃的玉米粥。我拍了下他的屁股。呀，他居然还会害羞，没好气的瞪了我一眼，大半天的，你注意点。很快
他洗漱收拾完了，坐在餐桌边抄起勺子，尝了一口还很热乎的玉米粥。就是这个味道，你是怎么做的？好好吃。他发出非常幸福的哼唧声，我眼中的宠溺和温柔逐渐凝固，我看见了他手腕上那条狰狞的疤痕。他看见我的表情不对，旋即意识过来了什么，赶紧把那只手给藏在桌子底下，给我看看。我过去想拉起他的手，却被他拦下，苦笑，很难看的，给我看看。我的语气强硬了下，他顿时慌得像做错事的孩子，低下了头。当我的指尖抚摸在那条狰狞的疤痕上时，我的眼泪止不住的从眼角涌了出来。这么狰狞的一道疤痕和他其他的白嫩皮肤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不敢往下想了。如果不是李阳及时赶到，怕是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真正的不是同一个世界了。而当我过后几年回国，才会在朋友口中知道他因为我而做这种傻事。相信我这一辈子都将会活在愧疚的阴影中，至死都不可能原谅自己。你在哭什么呢？他还是那么温柔，眼中是藏不住的爱意。帮我擦拭泪水。哭什么呀？我不是还好好的吗？他越是如此安慰我，我就越是哭得厉害。对不起，我低声哽咽，扑入他的怀中，任由他抱住我，拍着我的后背。他嘴角泛起苦涩，眼中也泛起了红润。你不知道，当我发现怎么也找不到你的时候，我是多么的绝望和恨你。顾晨，我真的恨死你了。我恨你，为什么来招惹我？为什么给我希望？为什么把我抛下？我把头埋在他的怀中，听着他诉说过去的绝望。后来我渐渐明白了，一定是我还不够好，一定是我还不够优秀，所以你才会离我而去。我要振作起来，我要让自己变得更好，终有一日我会让你看见。于是我拼命工作，拼命发展业务，不断的打响知名度，不仅是国内，包括海外的市场。我坚信，只要你还活在世上，终有一日，不论在地球的哪个角落，你都可以看见和我相关的事情，知道我很好，知道我很优秀，知道我好想你。你做到了。我已经泣不成声了。明明受委屈的他，为什么我那么的心痛？我用力的抱住他，用力的抱紧他，恨不得把他埋在我的怀中，这辈子都不要放手了。羞愧混杂出很多我描述不出来的情绪，不断冲击着我的内心。你知道吗？从我决定和你在一起的那一刻开始，我这辈子就认定了你，我这辈子非你不可了。我发誓一定要嫁给你，我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他说话的声音很温柔，还时不时在我耳边吹起，刺挠住我脆弱且自卑的防线。我能说的只有对不起，这些年辛苦了。好了，别哭了，再哭我就生气了，开心点嘛。他温柔的捧起哭成泪人的我，温柔的擦拭住眼角泪水，最后亲在我的眼睛上，试图用这种方式止住我的泪水。顾晨呀，我真的很讨厌你，为什么你要抛弃我？为什么我忘不掉你？我真的好喜欢你，我这辈子呀，算是栽在你的手上了，我也好心疼你。听见他这句话，我再次用力的抱紧了他。我承认，当年的我确实太过敏感和任性了，不能把什么过错都推给自卑。自卑没有错，有错的是人，有错而不自知，拒绝交流和沟通，也拒绝相处，固执的认为真相就如自己所见的那样。殊不知很多事情不能光看表面，有句话说，眼见不一定为真。我们彼此之间也有太多因为没有及时沟通而造成的误会。既然缘分是我们没有错失在茫茫人海，兜兜转转再次相遇，那今天便不能错过来之不易的机会，坐下来好好淡心。说实话，当年我和你在一起，其实我是很自卑，很没有安全感的。你那个时候已经接管家里的公司，经济相对已经自由了，身边的朋友圈子也全都是光鲜亮丽的少爷小姐，而我只是一个一无所有、一无是处，连约会一次都需要攒钱的普通大学生。我很害怕配不上事业有成的你，成为别人眼中耻笑的对象，我根本配不上你。开心的事情不敢和你分享，难过的事情也不敢和你分享，所有的事情都憋在心里不说。我知道你的工作很忙，精神已经够累了，还来照顾我的情绪，只会让你更快的讨厌我。在这段感情里，其实我终日都在诚惶诚恐，自卑又没有安全感，还很脆弱，加上你冷淡的态度，更让我确定你对我只是玩玩而已。虽然也会有恋爱中的惊喜，但那也只是惊喜。作为恋人你做得很好，可作为伴侣你不够格。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把自己定位成你是圈养起来的狗，开心了给我吃口肉，难过了。我的话还没说完，便被柳如烟打断，不要说了。不知何时他也眼含热泪了，有些难以置信的看着我，显然从未知道过。原来我是这么想的，眼中也流露出了愧疚，指尖抵在我的嘴边，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从未如此想过你，我只是……他现在终于明白我当初为什么看起来那么不安，那么脆弱了。原来是这样，是因为没有及时沟通，没有及时倾听对方的心声，才导致错误的事情在心中逐渐生根发芽。对不起阿晨，我不知道我们之间的感情居然有这么多误会。他把我抱在怀中，眼泪滴落在我的肩膀，像是在哄孩子似的，温柔的抚摸我的后脑勺，这叫我产生了些许安心。你知道我很喜欢你吗？我轻轻的摇头，没有说话。其实
我们第一次见面不是在学校里哦。什么？我怔住了。在我的印象中，我和柳如烟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的某次社会活动中才认识的。嘻嘻，你肯定不知道，因为这是我的秘密。现在立我50给你听我的秘密。氛围烘托到这里了，他居然还有心情开玩笑。眼含热泪的咯咯笑了声，眼神中散发出来的甜蜜都快溢出来了。此刻我是忠实的听客，眼含爱意的看住他诉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次滂沱的雨夜中，当时我的父亲住院了，我住急赶去，左顾右盼也没有计程车，我家司机也没有来接我，就当我要淋雨跑出去时，在一旁沈默许久的你看出了我的急迫，把手中的雨伞递给了我。我问你怎么办？你说你家住在附近。说到这里，柳如烟扑哧笑了声，说道我还没反应过来呢，你就淋着大雨跑远了，消失在了黑暗中。那夜的雨很大，非常大，不仅打湿了我的裤脚，也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男孩子呀。是善良吗？我认为挺傻的，哈哈，居然宁愿把自己置身于大雨中，也要把仅有的雨伞递给有需要的人。这样的男人真的好傻。以家书架。当我以为我们不过是彼此人生中匆匆掠过的陌生人，此后再无交集时，我受邀参加了一次社会活动，在忙碌中挥洒着汗水的志愿者中看见了他。我知道这是上天给我的机会，我没有犹豫，抓住了机会，因为一时兴趣认识了他，因为一念之差喜欢上了他。在我们确定关系的那一天，我就在期待他什么时候能娶我啊，好喜欢他呀。可是他的性格太独立了，他不肯因为我的地位依附于我，更不肯像其他情侣那样恨不得24小时腻歪。说他爱我吧，似乎挺讨厌我的样子，经常摆着张冷脸不肯黏着我和我亲热。要说不爱我吧，我也确实能感受到他的爱，作为一个恋人做的真的很棒了。就连我的姐妹们也都非常羡慕我，说什么他要是他们的男朋友就好了。我和你说啊，听他们这么说，我真的好生气，真的好慌张，真的好害怕。这么好的男孩子，如果被别人抢走了，那我和你说哦，其实我的占有欲是很强的。看见有女人靠近你，我都可以醋意大发。看见你和女同学聊得开心，我甚至会恨自己，为什么不是个学生，这样就可以天天在你的身边，接触你每天经历的事情，和你保持共同话题。没有安全感的我，不敢表现出来，只能压在心里，尽量装作不在意，不论你想做什么，我都不会干涉你，尊重你的任何决定。也正是因为如此，你才产生我不够重视你，不够爱你的错觉，是吗？说到最后，他捧起我的脸，直视我的眼睛，意我直视住他的眼睛，能够看见无尽的温柔和委屈，还有真诚。我不由怔住了，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话他也从没有和我说过。原来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在意我，原来他比我认识他之前就已经认识我了。我不敢在你眼前表现出爱你的样子，我害怕被你轻视，我很自卑，我很脆弱，我害怕展现最真实的自己后被伤害。笨蛋！柳如烟捧着我的脸，轻轻吻在我的眼角那一滴泪水。你才不自卑，你才不脆弱，在这段感情中，我把你保护得很好，却什么都不告诉我。说起来，我才是最卑微、最脆弱、最害怕被抛弃的那一个。因为我除了钱什么都没有，我甚至有想过，哪怕你爱的不是我，只是爱我的钱都可以啊，至少我是真的有钱。很可惜，你喜欢的是我，不是我的钱。说到这里，他也不知该欣慰还是该苦笑了。我心中在剧颤，怔怔地看住他的眼睛，有很多话涌到了嘴边，最后问出我心中的那根刺。其实，当年我一声不吭的离开和这些没有关系，是我误以为柳昂哥是你的正牌男友。不吃，听见我这话，柳如烟绷不住了，有些惊诧又嗔怒的无语。就因为这个吗？那你怎么不问我啊？真是的，当时我只是陪我哥哥出席一次晚宴而已。他简直要被气死了，瞪了一眼怯弱的我，在我肩膀上狠狠咬了一口。你当年完全可以质问我啊，我不怕你撒泼打滚的无理取闹，我就怕你一声不吭什么也不说的离开。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不够好，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谁知道你选择最能伤害我的方式。顾晨呀顾晨，我好讨厌你啊！不少介意的往事在此刻提出来说，至此我们才明白当年我们的误会有多深。这一天，我们抱着彼此诉说了很多往事，也倾听了不少对方的内心，直到他抵挡不住泛起的困意，依偎在我的怀中沈沈睡去，才停下。我轻轻地把他抱回房间，给他盖上了被子，看住他乖巧的沈沈睡脸，忍不住在他的额头上留下一个吻。自从那天把误会解开之后，我们自然而然的复合了。他恨不得是天天粘着我，不论去哪里必须我陪住，生怕一个回头我又不见了。我知道他是极其没有安全感，说实话，我也是。我们彼此的内心都非常害怕对方会再次消失在自己的世界中，所以这一次的我们真的在小心翼翼呵护着这一段失而复得的感情。在经过强烈的欢喜之后，其实内心是很空虚的，有非常强烈的不安感觉，就像是做梦似的极其不真实。纵然我们彼此都知道我们彼此深爱对方，
尽管我不厌其烦的和柳如烟重复无数次，我这辈子至死都不会离开她的，她还是会用力的抱紧我，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生怕第二天醒来不见了。当幸福的甜蜜笑容重新出现在柳如烟的脸上时，没有人比柳昂更开心了。虽然他很讨厌我，恨不得收拾我一顿，却也还是送上了最诚挚的祝福。没办法，谁叫那是他的妹妹呢？又过去了一段时间，我联合柳如烟的闺蜜和我的兄弟们，悄悄布置了求婚场地，在我们的家中。当他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打开门，就看见用鲜花和气球布置出来的求婚场景。我身着西装，手捧着鲜花，单膝下跪，微笑着看住他。柳如烟小姐，我叫顾晨，我可以向你求婚，成为你的丈夫吗？几乎是一瞬间，他眼含热泪，难以置信的捂住嘴巴，疯狂的点头，哽咽，我愿意，我愿意，顾晨先生，柳如烟小姐愿意成为你的妻子。我手中的戒指是他委托我设计的，满满的倾注有我们彼此的爱意和承诺。不得不说，这女人好心机啊！自从知道我回来了，就在暗中放长线钓鱼了。我以为的所有巧合，其实都是她的精心安排，就连阿庆他们也是计划中的一环。所有人都在配合她，所有人都在劝说我，所有人都在努力撮合我们重新在一起，只是中间差点翻车了。也就是赵小小，没想到她是真的暗恋我数年，喜欢我，所以那天晚上她才大老远的知道赵小小送我回来还表白，跑去买醉了。这女人，想到此，我不由抿嘴轻笑，那幸福的笑容都快溢出来了。回过神来，深吸一口气，压下内心的紧张，注视着眼前已经哭成泪人的柳如烟。柳如烟小姐，今天是我们认识的第7年纪念日，而中间的4年，我都不在你的身边。这4年中，我无时不刻都在思念你，在很多时候，我的人生似乎处在雾霾中，看不见前方的路，也看不见你。当冰冷的雾霾逐渐飘散之时，我以为是温暖的阳光照亮了我，可当我定睛一看，才发现我的世界哪有什么太阳，你就是温暖我的太阳。今天是个很平常的一天，我睁开眼，看见你躺在我的怀中，俏脸羞红的安心熟睡，我的目光始终没办法从你脸上移开，我舍不得睡，我也舍不得起，我害怕我闭上眼睛你就会消失了，我害怕我起来再回头，前一秒躺在我怀中的你，只是我太过思念的幻觉。或许你不知道，在凝望你的时间里，我做出了这辈子最重要的决定，我要向你求婚，哪怕这件事很突然，可能会吓到你，我不想等了，也不想让你等了，我等了你4年，而你等了我7年。7年前，你当着上千师生向我表白，我答应了你，和你在一起。7年后，我叫来我们所有的朋友，在此正式向你提出求婚。我想给你一个家，属于我们彼此的家，你愿意走进这扇门吗？我单膝跪在鲜花和气球布置的求婚场景中，门外柳如烟止不住的颤抖，房间中我们彼此的朋友在喧闹的起哄，芜湖，嫁给他，嫁给他，我愿意，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柳如烟直接跨过这扇门，走进了我们的家，属于我们彼此的家，也扑入了我的怀中，用力的抱紧了我，埋头在我的怀中哭泣，是幸福的哭泣。兜兜转转这么多年，终于等来了最期待的这一天。我抱着怀中泣不成声的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幸运，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也是最幸福的男人。这么多年他都没有离开，他一直在原地等住我。也许在以后无数个夜深人静的之后，我仍然会想起此时此刻的悸动和朋友们的祝福的热烈鼓掌。乖了，不要哭了，哭什么呀？开心点呀！我把这句话还给了他，也把准备好的戒指轻轻戴在了他的无名指。从此以后，你就是顾太太了。他举起戴住戒指的手，像是炫耀似的给所有朋友看。你们听见了吗？以后我就是顾太太了。他们的喧闹起哄声逐渐激烈，而他的眼中只有我，扑入我的怀中，用力的抱住我。我想此刻的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你是这个世界给我最好的礼物。听见这句话，我有些心酸，不过幸福的甜蜜更多。其实我从来没告诉过他，他才是这个世界给予我最好的礼物。我也没有告诉过柳如烟，在我们第一次相遇的那个雨夜中，我失去了至亲的人。在走出滂沱的雨夜之前，我整个人宛如行尸走肉，情绪处于极端的崩溃边缘了。我竭力的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让眼泪下来。看住站在雨夜边缘，焦急的来回张望的女人，我看了眼手中的雨伞，没有丝毫的犹豫，给予了更需要的人，而我则是跑进了雨夜中，疯狂的跑，任由冰冷的雨水打在我的身上，脸上掠过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我疯狂发泄，那一刻处于绝望黑暗中的我，根本不会想到，因为当时一个善意的举动，竟然会让这个世界给予我最好的礼物，宛如太阳般照亮我的黑暗，温暖我。我和柳如烟在眺望星空时，她经常问我，你知道世界上蕴藏着什么秘密吗？我不知道。看见我的茫然，她没有给我解答，却总是笑得很甜蜜，很好看。直到我们在婚礼中，她身披婚纱，踩着鲜花走来，真正成为我的妻子。那一刻，她踮起脚尖，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藏在心底的秘密。在结婚半年后，她成功的怀孕了。她经常像个没有安全感的孩子般问我，
宝宝出生之后，你会忽略我吗？你会只爱宝宝，不爱我吗？天呐，他是有多喜欢我，才会担心我们彼此的爱情结晶会分走对他的爱。你在我心中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哪怕是我们彼此的宝宝也不行。以后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拥有你一样的眼睛和我一样的嘴巴，当奶声奶气的叫你妈妈要抱抱的时候，你会不会忽略掉我了呢？当然不会啊！柳如烟急忙摆手，趴在我的怀中，你是我最喜欢的。全文完。